来报新玩具 MG 的变舞漂移。哎呀，一开始我看这个东西还以为它之前出了一个3变漂移嘛，用那个重涂一下，省略一下身上的那个直升飞机的零件就好了嘛。没想到啊，这一回应该算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了。车型的外观主要是不一样，所以对于 MG 这种人包车的设计来说啊，它肯定是要全部重改的。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车型的完成度还是可以的，包括身上的一些分割的切件面。其实机顶盖的这一块看着还是有一些多啊，毕竟它要切到很碎，折叠起来叠到身体里边。车型的长度在16.5公分左右，其实看起来也是个不小的个头。在包装里边，倒车镜以及这一块的玻璃是拆分下来的，可能也是为了运输安全吧，所以需要自己往上装一下。轮毂有非常漂亮的涂装，里边的刹车片这里边也有刻画出来。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推车滚动还是非常丝滑的。底盘来看，其实就能看到人形的大体样子了，但是也是填得满满当当。车窗位置全部都是透明零件做出来的，质感看着还是不错的。配件内容，2把武器，门板大刀，上面的涂装刻画的细节也还可以啊。这个位置有点像螺旋桨的那个根部啊，但这回其实并没有直升机形态。其实变五里边的直升机形态存在感几乎为零。后背插的2个小刀，在人形状态下插在后背啊，车型是无法一体变形的。配件里边还会带一个这样的小翼龙，前肢这里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点，其他的地方没有什么关节了。造型刻画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可爱。全身这种金属漆的质感很强烈啊，眼睛用了金属蓝漆做了一下点缀。除此之外，配件里边还有4个这样的忍者手里剑，你可以这样理解啊，但其实呢，你把它剪下来，一共给了4个啊，我们剪下来2个就行了。哎呀，也是太小了，差点被地板小精灵收走。就可以这里位置扣1个，胸口这里的位置扣1个。作为一个日本元素的武士变形金刚，带2个日本手里剑还算挺合理的吧。前方这里机盖可以掀开，里边虽然说没有什么发动机的刻画，但是能看到一些内购的零件。车灯位置是透明零件压进去的，前边的进气格栅这个地方也做的挺漂亮的。尾部的刹车灯也是透明零件，排气筒这些地方都有刻画出来，而且屁股包裹的很圆润，不会穿帮特别明显。尾翼根部有一段小小的活动范围，车门可以通过根部的双关节打开。里边有一个空间的刻画，但是前方并没有什么方向盘，所以整体来说，这款的车型一些元素做得倒还不错。那么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过程。变形起来，这款的难度其实并不算太高啊，主要还是人包车的一个设计。首先，前方机盖这里掰开2个左右搭着的扣子，把这一边整个的折到底，变出这个缺口来，然后对折。把这一块窝进来，根部有2个关节，我们把它叠一下，夹成这样的3角形状备用。车门我们刚才已经张开了，然后拨开这个位置，左右这里夹着的有扣子，把这2个零件翘起来，根部的旋转关节，然后侧面这里尾部的尾翼，整个的拉开。零件有点黑，不太好看到，看到这里有2个扣子对折起来。插住，结合，然后尾翼我们把它稍微的拉开一点点，接着在这个位置有侧面搭着夹住的2个扣子，我们稍微撇一撇，把它拉出来，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把它提起来，好，然后看这个车顶盖的一个变形，把它往上翻，前方的机盖再往内卷，后边的尾翼搭在这个边上。然后顺着这个滑槽往下，现在夹成了一个这样的3角形，把这些都卷到一起，提起来之后，2块大挡风玻璃根部有双关节，我们往里贴，这边也是翻开往里贴，夹到最小的幅度。背后这里有2条方块的位置，打开往上推，再往里折，打开滑道推上去，往里折叠，背包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就变成这样，不用管它了。侧面变腿的位置是整个的一条侧帮，先把这一块位置左右翻开，然后前方这个灯后面的这一片装甲
我们把它往开，稍微的提一提，往里旋转。这块车灯根部也有一个球形关节啊，也是为了方便这个凹槽的脱出。另外一边也是注意看，先把这个小方块腾出来，接着这一块往里旋转，它这个车灯自然就落下去了，不用害怕。尾部这里，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三角区根据后边的球形关节拔出来，我们腾开一点点的空间，解锁开这4个位置之后，把中间的扣子拔开，脚丫子顺着里边。扣点拔松，扣点在这个位置，整个的拉出来。刹车灯位置的这一片旋转180度，然后把脚背的造型和前脚趾这一块翻折出来，顺着后边的关节对折，贴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再翻到车头的位置，根部这一块带有凹槽的地方，拆开下方的面板往上贴。跟这块挡风玻璃夹在一起，形成它后背的一个装饰零件。然后大腿刚才我们折上来车灯后边的这2片，往里贴合，再插到这个缝隙里面去。这是大腿的一个造型。腾出来更多的空间之后，整个的把车头位置挑起来，带有红色的边缘零件往里对折，对齐了就好了。根部这里旋转，再往下翻，这一块旋转180度，把车头转到这一面来，再90度往里翻折。这2个车灯嘛，看自己的喜好吧，毕竟根部是球形关节啊，随便摆一摆就好了。根部的这个连接杆是一个合金的材质，所以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时候把它稍微的往上贴一贴。现在开始拆腿，在这个轮子的内侧有一个这样方向的插扣啊，上方这里连接的这一片还有一个向下的插扣，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维度的咬合。我们先把这一片的插扣打松，然后往外撇。这样卸开，看这2个插扣的位置关系，好，就可以把它完全的挪到前方去。另外的一边也是抠开这里，往斜下的方向撇，脱开这里边的连接插位，好，打出来。现在就把它整个的拉长成这样的面条形状，这也算大开大合了。来看腿部，一点点整理。大腿在刚才打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变好了。这一块的关节根部有一个插扣，折到最里面，这里会卡住。但是吧，现在这个样板卡的不是很结实啊，看大货出来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扣子做紧一些。这一块腿部的造型，刚才我们已经翻开了，注意根部这里还有一片，我们往内倒一下，翻折过来，然后再往下看一节，根部这里带有这个装饰位置的，打开下方的插扣，我们把它旋转180度，挪到这一侧去。车门的位置，打开这个玻璃，看根部有一个滑槽，我们在边往里对折的时候，边把这个滑槽往这边推，夹住，让车门盖住的同时，这一块带玻璃的往前推，这个时候就可以夹进这凹槽里面。从这个角度看，这里有一个夹缝的缝隙，刚刚好把它摆在这里。再往下看这一片，旋转180度红色三角区域打开。好，现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们就进行一个大 Z 字，顺着这个地方卷 ，Z 字翻过来。哎，看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很爽的一种开合方式啊！这个时候关键点来了，这里会有一个插扣对应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玻璃滑槽没有滑到最下方的话，这个扣子啊是会把玻璃顶住的，所以这里的关键点一定要注意，这个滑槽一定要滑到根部。下边结合住以后，这一片刚才我们在翻折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这样的零件，根部有一双关节，我们把它对着夹一下，根部这里翻过来，哎，这个样子。然后会出现一个卡扣，
对应刚才我们脚踝翻过来的这个位置，再结合，完全的夹住。侧面这里刚才旋转过来的那个小方片，90度折叠挡住脚踝的位置。红色的三角区又一个翻折过来，扣子对应扣子啊，它都在这里定着，摆成腿外侧这个翘起来的尖刺。然后刚才翻转180度这个零件，你看刚才扣子已经自动找好了，把它夹住。层次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变形的过程大开大合的，很有趣。但里边有一些装饰的小零件，必须得注意到。如果不行的话，你看看这个轴有没有扣到位。所以呢，这些卡扣之间的位置关系得捋顺了。来看上半身的变形，胳膊这里顺着往出掰，肩膀后方这个地方的关节是关键的位点。脖子先往前伸一截，从后边捏着根部整体的90度往外拨，把这个领子拨出来为原则。因为它肩膀这里有很多段的关节啊，千万别转乱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脖领子掰出来。腰部这里现在是凸起的一个状态，其实它里边是一个滑道，往前滑一下，哎，从这个角度看，把前推到头，再弯腰。打开之后，就看到后边车顶连前机盖这么大的一坨团成的这个小三角形啊，整体的往里包，包进去啊，这里边有插扣固定，现在就结合好了，整个的拉过来，车屁股后边呢，整个扣子再结合住，哎，后背的这个造型就有了。脖子在立正，不过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卡位了。脑顶的刺儿立起来，头盔两侧边缘往开扩一点点，变成这个三角形的头盔样式。最后我们来整理胳膊，虽然算是不对称的造型啊，但是大同小异。把指头掰齐，然后立正，窝过来，大拇指归位。小臂上方的盖子回填，胳膊后方这里先把肩胛打开，这里边有一个插扣固定，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关节往开窝，把肘关节往前取，顺着这一面旋转180度，再把它往过填。这里就没有什么扣子了，只是靠形状去固定。另外的一条胳膊也是，你在变成车型的时候啊，很关键，大拇指必须这样单独的竖起来，这样才是一个最小的空间。把它打开，90度弯折过来，手腕再拉齐，大拇指放回来。手臂上方这里啊，有点像擎天柱通讯面板的这个地方盖过来，翻到后边，打开肩胛双关节，胳膊肘啊得往前屈一段，挪开这个零件。旋转180度，把它贴进去，再卷下来。好，肩膀这里有很多段的关节啊，注意不要转乱了，把它归位。最后，我们掏出来这两把装饰的刀，卡到后背。当然，后背这里还有2个孔啊。我感觉呢，你看这个刀侧面这里还有2个扣子，应该是可以这样搭载上去的。不过屁股上面的这个造型件啊会卡住，所以应该不怎么安插。那么好 ，MG 的这款变五漂移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其实整体把玩下来，我觉得难度并不算太高啊，一些地方的设计还是蛮有逻辑的。尤其2条腿这一块的大开大合 Z 字折叠这一块设计非常有 MG 这个设计师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啊。胸口这一块的变形可以说藏了非常多的东西啊，不愧是人包车的设计啊，人形包裹下来的完成度也非常的好。但是吧，目前手头的这个样板件一些卡扣的位置还是显得有点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腿部再翻转过来这一块的插扣和这里结合位置的插扣，这一块仅靠一个插扣的阻尼去结合，我觉得差了点意思啊。如果后边这里再来一个这样包过去的锁定，能把这一块进行一个2次的维度咬合，可能效果会更好。背后这里看干干净净啊，
背部的这个造型设计感，我觉得还是很喜欢的。完全立正之后，到头顶最高处差不多20公分左右。头雕这一块的造型刻画非常的不错啊，漂移面部这种机械皱纹的凹槽感，刻画的尤为明显，非常有变舞里边的那种感觉。眼睛也是用蓝色的金属漆点缀出来，和面部的金漆成了一个很好的呼应效果。头上这些刺刺的位置也是仿了日本武士的那个造型。脖子这一处根部是一个大范围的球形关节，360度旋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脖子根部这一块金色的零件，根部变形的需要啊，低头的时候可以往前低这么多，所以这2段关节加起来，让脖子的活动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小立领的这个造型零件，这一回是纯造型，不会像之前的变4漂移啊，是用零件变形出来的。假的零件呢，造型方面会更加的好看一些。胸口位置本应该是车头啊，这里边用了一个真假包覆的质量转换，但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块车头的位置，红色的零件层次感的刻画。包括肋部这里，用半个挡风玻璃切下来的那个小角斜插在这里的感觉特别的棒。背后的这些涂装和造型纹理，我还很喜欢后腰这2块竖起来的红色零件的造型，其实就是用了车头下方的保险杠的里面，这个里外面的使用真的非常棒啊！这种设计的感觉。屁股后边这里是2个大车灯，大腿这地方包裹出来，其实你并不会看到太多的露肉的位置啊，很好。小腿的层次感更是这一款设计的一个点睛之处啊，轮子也是完全用真零件变形设计出来的，非常的棒。但不好的地方就是轮子你在变形人形的时候不会显得累赘，车型嘛就会显得轮臂有一点点的薄，不过这个橡胶胎质感还是不错的。肩膀这里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就看了有非常多段的旋转关节，它也是为了可动性去考虑的。同时啊，这一块还多做了一个蝴蝶关节，手肘的位置双段关节可以折过来，小臂下方这里啊其实还有一段左右旋转，手腕前后的活动，来回的翻。它这个手腕是没有左右旋转的，所以用了这个关节来替代。4指是连在一起的2段关节，拇指这里也是根部的2段关节，前方这里并没有。所以 MG 的这个设计师还是老问题啊，做手雕琢的就没有那么细致了。腰部这里变形过程中的需要，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弯腰，左右旋转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挪开一点点，不要挡到后背的这2块竖起来的零件。同时腰带的侧面还能翻出2个棍子，给我的感觉啊，应该是翻起来在腰上卡刀的，但我发现腰上边好像并没有孔啊，它都是凸，所以呢也是找到了这个窟窿，插在这个位置，可以把刀架在这儿。裆部这里就有点意思了，因为变形的需要，所以胯下有凸出来这么长的一根棍子，很邪恶。大腿甲这一块根部有2个双段的活动关节，根据这2段轴，我们可以往下拖，拖下来之后露出关节，你再前踢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可动了。后踢差不多也能搞到90度，不过这个地方并没有齿轮关节啊，只是一个轴。侧踢的话，这里倒是齿轮关节，不过踢的幅度嘛，也就是个60-70度。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内设计了双段关节，所以这里的屈腿幅度差不多在135左右。脚踝这里通过双关节可以实现整脚面的接地，不过这个前脚趾啊，目前看这个样板还是有一些松。腿部大范围的可动关节，摆一个武士标准的这种土下坐姿势，跪下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红豆泥すみません，也是因为这里的一个变形关节存在，握刀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往下折一点点，让刀呈现出一个拎着的姿势。我们也是来总结一下 MG 的这款变舞漂移，在变形设计的逻辑上面依旧保持了这一夹非常大的人包车脑洞。
大开大合的设计逻辑以及 Z 字折叠里外面转换的这种运用，可以见得设计师对于电影玩具的一些把握是非常有经验的。做工用料材质方面，目前虽然是个样板件，但材质我感觉也差不太多了，只是在一些卡扣的位置上面阻尼感稍显不足，希望也是在大货的时候能把这些卡扣做减，或者说能不能加一些维度的锁定。造型方面不必多说，之前在3变的变4漂移时期，它能把直升机形态做进去的时候，人形和车形就已经能保证的非常棒了。这一回的变5漂移变成了2变形态，所以人形和车形保证的会更加的全面，可动性也相当不错，基本能满足到你摆造型的一些需求。再加上精美的涂装和零件的妙用，零背包的人形展示，我觉得这一款设计也是非常棒的一款电影作品了。目前的样板阶段并不能代表最终大货的素质，我也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希望在大货的时候能把这些地方改进吧。那么你对这款产品的评价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我们这期就玩到这儿吧。